好了，小姐姐看差不多意思一下可以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这个手机的评测上。要说这个手机的参数呢，这个是很无聊的，因为现在国内手机厂商的同质化非常严重，旗舰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配置，骁龙845，然后6GB 和8GB 的内存版本各有。还是说一下这个手机最有特色的地方啊，首先肯定就是它的双屏幕，这是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在背后给了一个副屏。我发现中国厂商在解决这个前置摄像头这个问题上啊，胆子非常大。像 vivo Next 呢，就是一个可弹出式的摄像头，而 OPPO Find X 呢，做成了一个滑盖设计，而这个 Nubia X 呢，它给出的答案就是我后面再给你个屏幕，这样你自拍的时候，你就完全可以用后面那块屏幕去看，这样呢，我正面可以全部做成屏幕，所以这款手机它的屏占比可以达到 93.6%， 在全面屏手机当中呢，算是非常高的。当然了，这个方法能不能受到认可呢，还得接受一下市场的检验，但我觉得这种创新的态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而且这样子的话，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一般来说前置摄像头的画质都会相对差一点，你这样的话等于说它还是用后置的摄像头去自拍，所以说你在自拍的时候呢，不用妥协画质。然后它后面的这块副屏呢是 OLED 的屏，你抛开功能性不讲的话，它的画质也是非常的细腻，而且它的一体化的程度非常好。也就是说，它在熄屏的时候，你完全是看不到它的边框，你就感觉它是一个屏幕被嵌入到了这个手机的后盖中。你平时的使用过程中呢，也可以在两个屏幕当中切换。方法就是你先要把这个屏幕翻过来，然后用2个手指按住它两侧的传感器，这样它就会点亮向上的那块屏幕。或者说是你直接在锁屏的过程中呢，直接去解锁，那这样它会感应在向上的那块屏幕就会被点亮。这个其实快捷还是蛮快捷的，但我在实际使用当中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晚上你在躺在床上的时候呢，你如果这样子拿着手机，它每次解锁它就会解锁上面那个屏幕，但其实你在躺在床上的时候呢，这块屏幕通常不是你想要看到的那块屏幕啊。这个副屏还有个作用呢，就是它在熄屏的时候，可以按照你的设置去显示一些动画图案还有时间啊，这个也是非常炫酷的。而且我前面说了，它这个屏幕的一体化程度非常好，这给你感觉就是一个手机壳在发光，并且它耗电的话，比起普通的手机呢，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虽然它有2个屏幕，但毕竟同时亮的也只有1个屏幕。它不是2个屏幕一起亮的。在官方的介绍当中呢，我看到这个副屏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游戏模式。比如说像吃鸡这个游戏呢，它可以把 L 和 R 两边的键呢设置在开镜还有那个开枪的这个功能键上。但我实际使用了一下，我发现这个完全不实用。首先呢，你如果把 LR 设置在这个屏幕的2侧还有用，你设置在后面，有多少人会在打游戏的时候用中指去操控后面2块区域呢？其次我发现如果你这样设置的话，按 LR 键的话，这个手机都握不稳，何况你打游戏的时候还要瞄准和操作呢。所以这个功能我觉得是比较鸡肋的。它这个副屏还有一个是护眼功能，就是你看它的显示其实是偏黄的，它是设计给那些比如说晚上看手机还有长时间看小说的人，可以看后面那块屏幕，它会过滤掉一定的蓝光，而且它可以选择程度。提到这个护眼功能啊，我就想说，其实努比亚 X 啊这个手机在对这2个屏幕的功能分配上是有些浪费的，因为像 OLED 屏幕的这种成本啊，还有像护眼功能，它完全可以都集中在正面的屏幕上，把正面的屏幕做好。现在正面的屏幕反而是 LCD 的显示，它没有背面的 OLED 那么细腻，但是背面的 OLED 呢分辨率又比较低。你真的能指望有多少人能看小说或者在晚上的使用盯着这个副屏看呢？你的初衷是很好，可是呢，大家久而久之盯着正面看呢，还是会把副屏给忘记了。其实你背面嘛，只要设计一块屏幕专门用来自拍，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因为它本身就是用来解决这个前置摄像头的这个问题。好的，说完这个双屏幕呢，我想说一下这个手机另外一个创新设计，就是它2侧的双指纹感应。其实我觉得大家不要被这个双屏幕吸引了注意力而忽略了这个设计。其实我觉得这个2侧屏幕感应才是它这个手机真正的一个创新的地方，而且在未来我觉得会非常有作用和有发展潜力。因为我发现它这个2侧指纹解锁比起像屏下指纹还有背后指纹都要方便。
为什么呢？因为它最接近你手机正常握持的这个姿势，所以你这样能直接解锁屏幕的话是最方便的。但是方便归方便，这样的一个缺点呢，就是容易误触。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我按了锁屏键，它已经锁屏了，但是我放回桌面的过程中呢，又误触到了，然后它又被解锁了。所以我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案是，我每只手只用一侧的那个指纹解锁，就只用食指侧，因为拇指侧呢实在是太容易碰到了，所以我右手就用这侧解锁，然后左手呢就用这侧解锁，这样呢也算是一个解决方案吧。我目前就是误触的概率就小了很多。那这个两侧感应器还可以添加自定义的功能上去，比如说左侧可以设置成 back 返回，我按一下就返回了，然后右侧按一下是 home 返回桌面。但是我发现非常不实用，因为特别容易误触。我经常是看视频或者看微博的时候，莫名其妙给我返回了，以至于我到现在就完全没法用，就只能关掉。我建议厂商可以在这一点上做一点按压时长，就比如说我按超过 0.5 秒。它就触发这个功能，这样子比较保险一点，因为毕竟是没有那个反馈的一个操作嘛。那此外，这个手机还有个特色，就是它的边缘手势，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拖动这个屏幕的边缘去完成一些指令。但是我用下来的体验呢，同样是非常不好。为什么？首先，它的操作区域非常苛刻，你在拖的时候，你不能碰到屏幕正面，也不能完全是拖它的边框。你要恰好在它的一个折角处去操作，才可以完成这个指令，并且它这个系统呢，本身就自带了一套和苹果比较类似的导航手势，就是你拖屏幕不同的区域，比如说拖中间就是返回到桌面，拖右下角就是返回上一级，然后和这个边缘手势经常容易混在一起，这简直是噩梦。要么是这个指令拖不出来，要么就是拖着拖着就变成了它的导航手势。所以这点上也非常不实用。总结一下呢，我觉得努比亚 X 这款手机屏占比很高，颜值也很高，最关键的是用后置摄像头自拍画质挺不错。但它的问题是呢，有些创新功能啊，我觉得少了一些深度的思考，或者说是少了一些实际的使用体验。所以比起像苹果、三星这样的大厂呢，这个也算是国内厂商的通病了。所以希望国内厂商以后在设计创新功能的时候呢，能多注重细节，还有用户体验。毕竟对于用户来说呢，功能不实用等于没有。不过话说回来呢，这个手机的价格是3299和3699两档，和市面上的旗舰机的价格也差不多，你就当是买一个屏幕送一个屏幕，对吧？好了，这次简单体验评测呢就先做到这边。大家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请去 YouTube、新浪微博还有 B 站支持我。然后这个视频该干嘛，大家都知道的，对吧？好，那这次节目就先做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了。